女孩只是轻轻甩了一杆，没想到竟然停了国王的马车。谁在那儿钓鱼？陛下。国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眼前的姑娘将会彻底改变他的王国。女孩连声道歉，并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然而就在她准备取下鱼钩的时候，旁边的守卫差点被吓得灵魂出窍。守卫冲上去，一把夺过小刀。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女孩是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此次来到奥地利，正是要参加国王的生日庆典。可仅仅因为自己不顾公主的身份给马喂水，不仅让母亲和姐姐感到很难堪，弄湿的衣服更是遭到了奥地利皇太后的嫌弃。真不明白，干嘛带她来？这是因为你妈妈会告诉我的。对，不能让 CC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他和他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就这样，在宴会开始前，西西被母亲给关进了房间。然而母亲前脚刚走，她便从窗户翻了出去。而这一翻也将改变整个奥地利的国运。不能参加宴会，西西打算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不过在去钓鱼之前，他还要给远在巴伐利亚的父亲发一份电报，因为他刚刚从路德维希，也就是国王的弟弟口中得知，这里有一片很大的皇家猎场。西西天真的以为，对于酷爱打猎的父亲来说，收到这个消息一定会迫不及待的赶来。可由于电报内容过于精简，直接引起了一名宪兵少校的注意。被关起来了，巴比里带上枪，皇帝今天4点钟到。其实从西西翻窗户的那一刻起，他就引起了宪兵少校的怀疑。再加上这段敏感的电报内容，宪兵少校坚信西西就是他所要防范的刺客。而更加巧合的是，西西选择钓鱼的小溪，也正是国王的必经之路，所以少校对西西的监视也几乎达到了忘我的程度。然而他的过度紧张却也只不过是一场徒劳。西西仅凭一句否认，就给自己解了围。而对于西西的冒失，国王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邀请他陪自己步行一段路程。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不，钓到了陛下。两人就像谈恋爱的大学生一样，尽情欣赏着伊什的风光。而这也是弗兰茨人生中最休闲的一段旅程，因为只有和纯真的西西在一起，他才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然而路有尽头，再美好的旅程也有终点。分别时，弗兰茨再次邀请西西傍晚一起打猎，并主动帮他拖住多疑的少校。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你怎么不早说？快追，快！是，陛下。马上回来报告我。是，陛下。就这样，西西在弗兰茨的掩护下顺利脱身。然而就在他沉浸在这段奇妙偶遇的时候，弗兰茨却遭到了母亲的斥责。堂堂奥地利的皇帝，为了一个陌生的野姑娘，居然走下马车，像个谈恋爱的大学生那样到处乱逛。况且这时候，他的未婚妻还在这儿等他。好在弗兰茨很清楚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在生日庆典开始前，他硬是从排得满满的日程中挤出1个小时，来到木桥和西西赴约。然而就在弗兰茨信心满满，准备为西西打下第一只猎物的时候，西西却像平时和父亲一起打猎时一样，不合时宜地发出了声响。请原谅陛下。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没关系，会打到他的。对，可今天不行了。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还可以大声唱歌呢。哎喽哟呼！西西的纯真善良让弗兰茨确认，她才是那个最合适的皇后人选。此刻他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国之君，反而放下平时高高在上的身段，毫无威严地迎合起了眼前这个小姑娘。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我也是。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我也是。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是吗？然而就在西西即将被眼前这个男人打动的时候，弗兰茨接下来的话却又把他拉回了现实。因为所谓的生日庆典，其实也是弗兰茨的订婚宴。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是巴伐利亚的海伦公主。有时候爱情来了，幸福不一定会降临，因为海伦公主正是西西的姐姐，两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姐妹情深。她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夺去姐姐的幸福，尤其当她看到姐姐兴奋的样子，心情一下子低落到了极点。Cici， 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真幸福，嫩嫩，我为你高兴。眼看大女儿的婚事板上钉钉，母亲破例解除了西西的禁足，让她也去参加生日典礼。但这一次西西却拒绝了。可为了家族的命运，母亲硬是把她拉到了宴会现场。西西的突然出现，对于弗兰茨来说无疑是一份意外之喜，因为母亲只是让她和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并没有指明具体是哪一个公主。西西的再次出现，让弗兰茨坚信他们白天的相遇绝非偶然，而是上天的安排。所以宴会期间，弗兰茨直接向西西表白：“我爱你，西西，做我妻子好了。”
为什么？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可是 CC， 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奶奶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西西内心充满了矛盾，爱情和亲情让她一时之间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此刻的弗兰茨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 CC， 是的，妈妈。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这简直荒唐！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CC， 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代我向鲁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我也要强迫 CC 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弗兰茨态度坚决，迫于无奈，索菲皇太后只能重新考虑新的皇后人选。可西西的条件明显让她很不满意。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就这样，婆媳之间第一次接触就谈崩了。所以索菲向维卡保证，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然而就在海伦公主沉浸在皇后梦想的时候，弗兰茨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他包下了现场所有的红玫瑰，因为红玫瑰正是西西最喜欢的花。而这时的海伦公主对这一切还全然不知，所以在弗兰茨走向姐妹两人的时候，海伦公主做出了一个接下来让她无地自容的举动。弗兰茨径直走向西西，在这一刻，西西既感到幸福，又对姐姐的失落而感到内疚。然而还没等她来得及拒绝，弗兰茨直接向大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C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他要娶 CC。对，让我们为奥地利未来的皇后三呼万岁！西西虽然如愿以偿成为了奥地利未来的皇后，可她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姐姐海伦公主一直不愿回家，直到她出嫁的前一天，海伦公主才放下内心的芥蒂，带着一名塔西斯王子再次出现在西西面前。西西，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的呢，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姐妹两人重归于好，而西西也放下了内心的包袱，让她可以毫无顾虑地奔赴自己的幸福。然而皇室的规矩却很多，过惯了田园生活的西西真的能适应金丝笼里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索菲皇太后很快就给她安排了一个礼仪官，逼着她学习皇室礼仪。西西一听顿时就不高兴了，没这个必要。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白。就在婆媳两人吵得无法收场时候，弗兰茨走了进来，而西西接下来的举动彻底触碰到了索菲的底线。西西拒绝了女官的吻手礼，这让索菲感到莫大的侮辱。好在弗兰茨及时进行解围，他告诉西西吻手礼是不分年龄大小的，他们结婚之后，她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所有的贵妇人都要向她行吻手礼，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自己的母亲，只有她可以吻她的额头。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是的，弗兰茨。弗兰茨的话既明确了西西身份的转变，也让母亲的怨气消去了一大半。婆媳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被弗兰茨用爱化解。然而婚姻就像是一堵围墙，让无数少女带着梦想义无反顾。为了爱情，西西甘愿放弃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主动投入弗兰茨为她编织的金丝笼内。可以说，这样的爱情伟大而又可悲，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将充满坎坷。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不，钓到了陛下。这是一部就连男人看了都会做公主梦的电影，他的每次出行都能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亲眼目睹一下他的绝世容颜。尤其在成为奥地利的皇后后，他甚至不费一兵一卒，就让敌对多年的匈牙利放下恩怨，
举国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她就是被称为欧洲最美公主的茜茜公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看似拥有一切的女人，婚后的生活却也并非一帆风顺。除了丈夫整天忙于政事，不能常伴左右，婆婆对她的监视也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因为在婆婆眼中，茜茜永远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所以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就连随手写下的日记，也都在她的监视范围。茜茜仅仅只是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没成想这在婆婆眼中却是对皇室不折不扣的背叛。可以说，皇室这座金丝龙囚禁的不只是茜茜的身体，还有她的灵魂。好在茜茜和弗兰茨之间有着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所以不管母亲如何挑拨，他们始终爱如初恋。晚餐时间，弗兰茨特意安排了茜茜家乡的菜肴，而这也让茜茜在冰冷的皇宫里渐渐找到了家的感觉。真正的爱情总是能够让彼此互相成就。茜茜从小生活于山林之间，大自然赋予了她自由的灵魂以及一颗充满仁爱的心，所以在她的不断影响下，弗兰茨也开始施行仁政。他不仅解除了对匈牙利的戒严令，还特赦了一大批所谓的叛乱分子。而他这个决定也让奥地利岌岌可危的形势一下子峰回路转。被特赦的匈牙利人结束流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来感谢茜茜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我结束流亡生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陛下。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大赦令不可能使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为了表达自己对匈牙利民族的诚意，茜茜以皇后的身份邀请所有流亡者及其家属参加下一次的宫廷舞会。然而在舞会期间，匈牙利人却遭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愤怒的匈牙利人打算退出舞会，以此表示抗议。这也意味着两个刚刚和好的国家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为了挽回局面，茜茜再一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打破宫廷礼仪，宣布下一个环节让所有人自选舞伴。而她这个决定也让匈牙利人的怒气瞬间消去了一大半。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莉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作为回应，匈牙利人同样也派出了爵位最高的贵妇人去邀请国王跳舞。一场政治危机就这样被茜茜用充满诚意的心轻松化解。然而茜茜在政治上所做出的努力依然没有得到皇太后的认可。几个月后，婆媳之间的矛盾伴随着小公主的出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索菲未经茜茜同意就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这对茜茜来说无异于致命的打击，所以她再次挣脱皇室礼仪的束缚，跑去直接向婆婆要人。我的孩子呢？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我是他母亲。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的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 Cici， 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你是了解的，我这个人不会感情用事。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Cici？ 婆婆的蛮横让茜茜感到非常失望，然而让她更加感到绝望的是，弗兰茨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上和母亲也是一样的看法。茜茜一气之下决定不辞而别，她擅自离开皇宫，回到了巴伐利亚的娘家。茜茜没有把自己回来的真正原因告诉母亲，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她实在不忍心让她也跟着伤心。可见到父亲后，她却再也绷不住了。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我的天哪 ，Cici， 为什么？我实在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听我说，孩子，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对于父亲来说，女儿结婚前她就是天，可以为她解决任何烦恼；而结婚后，丈夫才是她的天。看来解铃终究还需系铃人。茜茜的不辞而别让弗兰茨焦急万分。好在茜茜的贴身侍卫及时向皇室汇报了一切。收到消息的弗兰茨马不停蹄，很快也来到了巴伐利亚。在得知女儿回家的真正原因后，做母亲的也很生气，说起话来完全不顾及皇帝的颜面。就这么把茜茜的孩子夺走了？我跟我母亲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那茜茜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可 Cici 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情感，都会受不了的。哎，我说弗兰兹，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个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的母亲都会支持 Cici。维卡奉劝弗兰茨，见到茜茜后一定要好好讲话，否则茜茜绝不会跟他回去。可弗兰茨却坚持，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责备茜茜的不是。而这时的父亲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他劝茜茜就坡下驴，可茜茜也坚持这次一定要一吐为快。然而当两人真正见面后，却是另一番风景。弗兰茨
，CC，总算见到你了，CC。法兰茨，孩子好吗？好极了。他胖了还是瘦了？又长胖了。牛奶喝得惯吗？他爱喝极了。CC， 是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不，是我不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是的，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不，都听你的。为了让西西忘记之前的烦恼，弗兰茨没有直接回到皇宫，而是带着他外出旅游。他们在山顶简陋的客栈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此时此刻，他不是皇帝，他也不是皇后，但他们却都很幸福。法兰茨，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和政治都远远甩开，那该有多好！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对，我的天哪，小主妇该干活了。然而他们的这份幸福却是短暂的，婆媳两人紧张的关系依然没有缓和。索菲太后态度坚决，宁愿自己离开皇宫，也不同意把孩子交给西西抚养。我早料到了，回来以后肯定还是一切照旧。他只说等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养孩子以后就离开皇宫。那你怎么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还不清楚吗？让他留下，我滚蛋，永别了。西西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她不知自己究竟该如何选择。作为母亲，她无法离开自己的孩子；作为皇后，她又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可一个母亲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又何谈国家大义？所以她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招待会。而得知皇后的缺席，匈牙利代表团顿时炸开了锅。他们的臣服源自皇后的仁义，如今皇后有难处，匈牙利人自然不会袖手旁观。陛下，请原谅，我这么无礼的闯到您这儿来，是因为我刚才听说陛下决定不参加接见匈牙利代表团的招待会了。我所以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陛下，自从铁列莎皇后去世以后，匈牙利人就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奥地利王朝中再出现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我们将为他而生，为他而死。我们所以来奥地利，不是为了别的，是来接见我们未来的王后。我知道陛下的心里很痛苦，但为了我们的匈牙利人，我恳求陛下了。不要再说下去了，安德拉西伯爵，别逼我。没有皇后参加的招待会，让匈牙利的未来一下子又陷入了未知。眼看自己之前的努力即将付之东流，这时的西西也有了一丝犹豫。好在母亲的出现及时给她指明了方向。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是难办，孩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抛弃你的丈夫。单靠爱情生活原本就不实际，有时候为了爱情，我们难免要有所牺牲，而这份牺牲往往也能时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你能来，我真高兴。我希望你听了我说的事也会很高兴。妈妈终于想通了，孩子离不开母亲。皇后的突然出现，让失望的匈牙利代表团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随即表态：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的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就这样，西西第一次踏上了匈牙利的国土，而他的到来也让这个充满压迫的国度重新迎来了新的曙光。匈牙利人从四面八方运来泥土，筑成高台，以此迎接他们新的仁义之君。武力可以打败一个国家，但永远无法征服一个民族。可一颗充满仁义的心，却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吉普赛女人为皇后看手相，只一眼她便看出了皇后未来的命运。可为了顺利拿到赏赐，她却故意正话反说：“你会永远健康和幸福的。伯爵，请给他1块金币，我身上没带钱，也替我给孩子们一点。”皇后一高兴赏赐了在场所有人。然而当他们前脚刚离开，吉普赛女人就道出了实情。我的天哪，这女人厄运缠身。果然正如吉普赛女人所料，皇后很快就遇到了麻烦。一对夫妇正在闹家庭矛盾，皇后实在看不下去，就冲上去制止。打人！她是我老婆，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关你什么事啊？给我走开！快给我走开你！哎呦！住手！谁让你管闲事的？你滚开！我们的事不用你管。天哪，陛下！他是我那口子，你疯了吧？知道吗？她是王后。王后替女人主持公道，没想到竟被泼了一身冷水。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因为接下来她的感情生活也将陷入危机。茜茜公主和国王原本有着一段让所有女人羡慕不已的爱情，他们的相遇始于一场意外，他们的结合基于对彼此的一见钟情。她拥有奥地利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利，她拥有世间少有的纯真和善良。
他们互相成就，相互扶持，兵不血刃就征服了骁勇善战的匈牙利。然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再浓烈的爱情也抵不住时间潮水的冲洗。婆婆的吹毛求疵，弗兰茨的日渐冷淡，让西西在皇宫里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所以她宁愿一个人待在匈牙利，也不愿回到弗兰茨身边，因为在这里她不仅可以自由自在享受大自然的无拘无束，还完全拥有了孩子的监护权。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绝世容颜竟也是一把双刃剑。她的优雅不仅可以让政敌俯首称臣，却也让身边的肱骨之臣爱得无法自拔。而这一切同样也都在索菲皇太后的掌控之中。好在西西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忘记弗兰茨对她的爱。虽然有些醉意朦胧，可伯爵的表白还是让她瞬间清醒。安德拉西伯爵，你知道我对你是多么的器重，多么的感激。你把匈牙利交给了皇上，凭你的才智和力量，把一个民族多年的仇恨变成和睦的爱。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唯一信赖的朋友。失去这个朋友和智囊，就是我最大的不幸。答应我，我们永远是朋友。我向您发誓，陛下。答应我，把你刚才说过的一切统统忘掉。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陛下。这事我永远做不到。现在我该回王宫去了。安德拉西伯爵的回答让西西感到脊背发凉。他虽然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可为了两个国家的和平，他不得不选择返回奥地利。然而回到奥地利没多久，西西就不幸染上了肺病。为了皇帝和小公主的安全，也为了皇室血脉的延续，佐菲太后下令把西西送出皇宫疗养，并且打算给弗兰茨物色一名新的皇后。可弗兰茨态度坚决，说什么也不同意母亲的做法。我不信，不信他活过今年冬天。要是命中注定我要失去 CC， 失去我最心爱的，那我也绝不再娶，绝不再娶，哪怕没有皇位继承人。你哪像个皇帝，弗兰茨，简直斯文扫地。婆婆的决定让西西感到失望，但弗兰茨的态度又让她看到了希望。西西主动提出离开皇宫去疗养，即便恢复健康的几率微乎其微，她也要去尝试，因为她不能辜负他们之间的感情。就这样，西西被送到了一个孤岛。弗兰茨虽然每天都派人送来礼物，可在那个医疗水平还并不发达的年代，西西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又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有时候压垮一个人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孤独和绝望。看来我的病是好不了了。别这么想，陛下，那些算命的全是胡说。有个吉普赛女人给我算过命，她说我永远健康幸福。可我幸福什么？不，我这是在冒犯上帝。上帝已经给了我幸福。光明总是和黑暗在一起，这样才能感到光明的宝贵。太对了，妈咪，我的 CC， 妈咪！母亲的突然出现对西西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露，因为既然药石已无济于事，那这时候亲人的陪伴或许就是最好的治疗。在母亲的陪伴下，他们每天踱步于沙滩，尽情欣赏着大海的波澜壮阔。渐渐的，西西不仅恢复了体力，还露出了脸上那抹久违的笑容，而她也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名病人，打算和母亲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而她的这个决定却也把伯克尔上校折腾得哭笑不得。赶快回去，我们要走了。又要走了？去哪儿？去希腊。哦，去希腊。夫人，你知道我对皇后陛下是很崇拜的，可她老那么东奔西跑，我早晚得精神错乱。上校，我刚学会了匈牙利语就离开了那儿，现在刚开始学葡萄牙语又得去希腊。你别急，到了希腊你再找个漂亮的女教师不就行了吗？嗯，真的吗？当然，现在你去亲热亲热吧，然后就告别，可别哭鼻子。别幸灾乐祸啊！一会儿见。皇后每到一个地方，伯克尔几乎都有着一场正儿八经的恋爱，而他学会了多少种语言，也就代表着他失恋的次数。当然，皇后的希腊之行，不出意外的话，伯克尔又要失恋了。我是小美人儿，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奥利亚，是你呢？哦，瑞亚啊，肯定是说美。对，你，瑞亚，海伦娜。希腊语我不学就会了，真是天才。然而伯克尔还没来得及和人家深入交流，管家又带来了皇后出发的消息。不过在皇后出发前，太医也尾随而至，而他的到来也即将宣布一场奇迹的发生。经过仔细的检查，西西的肺病竟意外康复了。得知这一消息的弗兰茨兴奋极了，他随即决定亲自去接西西回来。可此时的奥地利和周边国家并不友好，内阁大臣建议国王在接皇后的同时，顺便对意大利进行一场国事访问，以此缓和两国紧张的局势。就这样，弗兰茨和西西一起出现在了米兰。然而他们的到来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歌剧院里除了市长，当地贵族竟一个都没有出席，而代替他们的都是一些家里的佣人。我把请帖扔给门房的老婆了，你呢？
我扔给厨子了，我扔给马车夫了。不过卡鲁伯爵这次受累了。晚上好，卡鲁。知道吗？你可是今晚来这儿的唯一的意大利贵族。那当然，绝不会再来第二个了。你什么意思？然而情况更糟的是，就连乐队的指挥也被替换。所以在国王和皇后出场时，他们并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演奏奥地利国歌，而是突然换成了自由颂。奥地利的强权让他们受尽了欺辱，意大利人难得遇到一次这么好的机会，所以一个个都站起来表达着自己的心声。而这对奥地利国王来说，无异于莫大的耻辱。这些都是你们意大利的贵族？国王和皇后虽然很生气，但此刻他们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毕竟这里是意大利，他们顶多也只不过是贵客而已。然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演出结束后，皇后却第一个鼓起了掌。看来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而让意大利人更加想不到的是，皇后不给贵族们解释的机会，紧接着就举行了招待会。这些代表着意大利贵族的佣人、厨子和马车夫也顺利帮他们主子的脸丢到了姥姥家，因为第二天，这些贵族的名字将伴随着佣人的照片一起登上报纸，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耻辱。娘是以我的名义被接见的，那门房的老婆就变成我了。完全正确。皇后对你的厨娘还特别亲热，不过你们家的车夫的尊荣倒把皇帝吓了一大跳。他可是顶了你的头衔呢！太可怕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等下次接见的时候跟皇后陛下解释清楚。对，非常遗憾，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为什么呀？因为皇帝和皇后明天一早就要离开米兰出发了。去哪儿？威尼斯。如果说米兰的自由颂是一场骚乱，那么仅凭西西皇后的睿智就足以应对，而威尼斯人的无声抗议却是他力所不能及，因为这里许多人的死刑判决正是国王亲笔签署，他们恨透了强权压迫，所以平日里车水马龙的威尼斯水城，在国王经过时却呈现出少有的死寂，人们纷纷闭门不出，甚至有人挂出意大利国旗表示抗议，而这样的情景也让弗兰茨顿觉脊背发凉。无声的抗议比公开的骚乱更可怕。武力可以打败一个国家，但永远无法征服一个民族。还记得弗兰茨曾向自己的将军们说过，皇后的美貌和仁慈远远胜过了他的千军万马。然而对于意大利人来说，皇后的美貌近在咫尺，仁慈似乎离他们太远。可意大利人似乎也忘记了，如果国王和皇后褪去华丽的外表，他们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父亲和母亲。当西西见到1年未见的女儿，他再也顾不得皇后应有的端庄，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径直冲向自己的女儿，而他的这份母爱很快就引起了抗议人群的共鸣。我真想你哟，我的宝贝儿！妈妈万岁！妈妈万岁！这一刻，在意大利人眼中，她不再是皇后，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当无声抗议变成欢呼，也注定和平的曙光将再次降临这片大地。至此，影片结束。其实历史上的西西公主并没有故事里讲的那么幸福，但影片却致力于把她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这也算是弥补了我们些许遗憾。